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人性的法则》。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盯着天花板想，为什么人总是在同一个坑里跌倒？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不对，却还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？这部书就像一盏昏黄的灯，照亮了人性那幽暗的角落，让你看到那些隐藏在日常背后的力量，生与死，命运苦难，还有那微弱却顽强的希望。作者罗伯特·格林，你可能听过他的《权力的48条法则》或掌握，他是一个对人性挖掘极深的家伙，生于1959年的美国洛杉矶。早年他做过各种杂活，从好莱坞编剧到记者，甚至在意大利的古董店打工。这些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，让他明白人性不是抽象的理论，而是活生生的战场。写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，他想帮我们这些普通人避开人性的陷阱。格林自己也经历过低谷，曾经迷失在权力的游戏中，后来通过阅读历史、心理学和哲学找到了出路。他相信理解人性就能掌控命运，而不是被他玩弄。你想想，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那些反复出现的错误？格林就是想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，怎么破。现在我们来慢慢走进这本书的世界。想象一下，你坐在一个古老的图书馆里，书架上尘埃飞舞，格林像个老故事讲述者，缓缓拉开人性的帷幕。他不是干巴巴的列法则，而是用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带你穿越历史的长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个人都像在演一出大戏，却常常忽略了台词背后的秘密？先从第一条法则说起，非理性的法则。格林讲了古希腊的伯里克利，那位雅典的伟大领袖。你知道吗？在伯里克利时代，雅典政治鼎盛，可一场瘟疫来了，人们慌了神，开始互相指责，情绪像野火一样蔓延。伯里克利试图用理性说服大家，可人性啊，总是在恐惧中失控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疫情时大家会抢购厕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格林用这个故事告诉你，我们的脑子分成两部分，理性的一边和那原始的情感兽性，冲突就在这里爆发。转折是伯里克利学会了引导情绪，而不是对抗它。接着是自恋的法则，格林举了约瑟夫·斯大林的例子，那个苏联的铁腕人物。小时候，斯大林被父亲虐待，长大后他对权力饥渴无比，总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人，表面谦和，内心却在计算如何操控你？斯大林的故事充满转折，从革命者到独裁者，他用自恋筑起高墙，却最终在孤独中崩塌。格林在这里停顿一下，说人人都有些自恋，但深渊就在于无法自知。然后是角色扮演的法则。哦，这个有趣。格林讲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故事，那是16世纪的英国。女王登基时，国家四分五裂，她一个女人怎么统领男人堆里的朝堂？她学会了戴面具，时而温柔如母亲，时而强势如战士。你想想，你在职场上是不是也得切换角色？冲突来了，当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时，女王的转折是脱下面具，露出真我，却用智慧融合了所有角色，最终击退敌人。格林的讲述像血液里的火光，温暖却刺眼，让你看到人性的多面。 Compulsive behavior 的法则，强迫行为的陷阱。格林用约翰·迪洛克菲勒的故事，那个石油大王，他从小就痴迷于控制一切，赚了亿万，却活得像苦行僧。转折是晚年，他终于反思，为什么财富堆积如山，心却空荡荡的？你有没有那种习惯，明知有害，却停不下来？格林在这里加了点情绪停顿，想象洛克菲勒在昏暗的书房里盯着账本，泪水模糊了眼睛。再往下，贪婪的法则，格林讲了玛丽·安托瓦内特，法国王后的悲剧。她在凡尔赛宫的奢华中沉迷，忽略了民间的苦难。冲突升级到革命爆发，转折是她被送上断头台前的那一刻，终于明白人性的贪婪如无底洞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有钱人还那么不满足？格林用细节描写宫殿的烛光摇曳，王后手指上的钻石闪耀，却掩不住窗外饥民的哭喊。短视的法则，用了拿破仑的例子，那位征服者早年目光长远，可后来被胜利冲昏头，入侵俄罗斯时，没想到冬天的严寒。转折是滑铁卢的惨败，拿破仑在荒野中骑马逃亡，风雪中回首一生。你有没有在冲动中做过傻事？
格林的笔触这里特别细腻，马蹄踏在冰冷的雪地上，皇帝的斗篷被风撕扯。那一刻，他看到了人性的盲点，防御性的法则。格林举了理查德·尼克松的水门事件，总统本是聪明人，却因 paranoia 而自掘坟墓；冲突是窃听对手，转折是丑闻曝光，他孤立无援的辞职。想象尼克松在白宫的灯光下，汗水滴在文件上，沉默中是无尽的悔恨。自毁的法则用了玛丽莲·梦露的故事，那位好莱坞女神外表光鲜，内心却在自毁的漩涡中挣扎。转折是她服用过量药物，离世前的那晚，镜子里的自己苍白而迷茫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总在成功边缘自爆？压抑的法则，格林讲了安东·契诃夫，俄罗斯作家，他用文学释放内心的黑暗，却教导我们别让阴影吞噬自己。转折是契诃夫在病榻上写下最后的文字，释然一笑。嫉妒的法则用了伊万·巴甫洛夫的狗实验延伸到人性。格林举例历史上的背叛，如凯撒遇刺。冲突是朋友的刀子，转折是帝国的崩落。你可能也嫉妒过别人，为什么他们有你没有？宏大的法则，格林讲了霍华德·休斯，那个亿万富翁的孤僻人生，他以为自己是神。转折是晚年躲在酒店里，恐惧细菌头发长及腰间，细节房间的窗帘紧闭。休斯颤抖的手握着遥控器，屏幕上是他昔日的荣耀。性别刚性的法则用了可可·香奈儿的故事，他打破了女装的枷锁。转折是他的品牌征服世界。你想想，你有没有被性别标签束缚？无目的的法则，格林举了马丁·路德·金的领导力，他从迷茫中找到使命。转折是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，点燃了民权运动。想象金在讲台上，风雨中声音颤抖，却坚定如岩。从众的法则，用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发，讲历史上的群体疯狂，如文化大革命。转折是人们醒悟时那悔恨的沉默善变的法则。格林讲了林肯的总统生涯，他如何应对民众的反复。转折是内战胜利，却在剧院中遇刺，细节枪声响起，林肯的帽子掉落，鲜血染红了座椅。侵略的法则用了毛泽东的故事，从革命到权力斗争。转折是晚年的反思，人性的黑暗面暴露。代际进士的法则，格林分析了家族诅咒，如肯尼迪家族的悲剧。冲突是重复的错误，转折是有人打破循环。最后死之否定的法则，用哲学家尼采的例子，他直面死亡。转折是永恒轮回的理念，让生命更有意义。你有没有害怕过死亡？格林的复盘不是线性故事，而是人性拼图，每块都带着血肉。你听着听着，会觉得这些历史人物就在你身边低语。书中触动人心的高潮，我选玛丽莲·梦露的自毁一刻。想象那个好莱坞的夜晚，梦露躺在床上，瓶子里的药片散落一地，灯光昏黄，窗外是洛杉矶的霓虹闪烁。他回想童年的虐待，爱情的背叛，聚光灯下的空虚，泪水滑落。他喃喃，为什么我总在逃避自己？那一瞬，人性的脆弱如潮水涌来，绝望吞没了他。格林在这里停顿，声音低沉，这是自毁的顶峰，却也提醒我们，转折就在承认弱点的那一刻。你有没有在镜子前见过那样的自己？哭泣中是领悟的种子。从这些故事中，格林升华出人性的核心。我们是矛盾的混合体，理性与野性，爱与恨，希望与绝望交织。但理解这些法则，就能对抗命运。想想生与死，死亡否定让我们畏惧终点，却也催生活着的价值。苦难如琴弦，拉紧了才能奏出乐章。正如史铁生在《命若琴弦》中那盲人琴师，坚持到1000根弦断，只为一线希望。你可能也想过人性荒谬，但意义就在对抗中诞生。金句认识自己是对抗命运的第一步。格林教我们别被情绪绑架，要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掌握角色，别自恋如斯大林，要转化成深层自爱。爱与责任，在金的演讲中看到人性光辉。哲理是，人生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用智慧雕琢人性。释然来临时，你会发现苦难不是诅咒，而是通往自由的阶梯。听着这些，你的心是不是也跟着起伏？人性的法则不是一本教条书，而是镜子，映出我们每个人的影子，从绝望到领悟，再到释然。格林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性的旅程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有没有审视过自己的人性弱点？下一步你会怎么改变？睡个好觉，明天醒来，或许世界会不一样。